美国提议俄乌按照目前战线分割顿巴斯，划界停火，这是靠谱吗？特朗普此前和普京通了电话，然后在白宫见了泽连斯基，最终他给了一个建议，那就是双方按着时空线立刻停火，以这个为基础进行谈判。欧洲多国领袖发联合声明，全面赞同特朗普的停火建议。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美国提议俄乌按当前战线分割顿巴斯地区。特朗普于19日公开指出，俄乌冲突的当前战线已趋于稳定。他表示，在土地归属问题上纠缠不休并无意义，因为其中涉及太多变数与不确定性，所以主张双方应立即在现有战线上实现停火。当被问及顿巴斯地区的未来走向时，特朗普给出了明确的回应，维持当前状态是最合理的选择。该地区已有超过 78% 的土地落入俄罗斯之手，与其继续争斗，不如让现状得以保持。未来双方可以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分歧，但我的建议是以现有战线为基准，划定界限，各自撤离，停止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顿巴斯地区作为乌克兰的工业重镇，一直处于俄乌冲突的漩涡中心。该地区主要由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大区域构成，双方为争夺控制权而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特朗普的这一提议无疑意味着顿巴斯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将落入俄罗斯的掌控之中。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是在上周五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白宫会晤后发表了上述言论。与9月份时的表态相比，特朗普的立场发生了显著变化。当时他还坚信在欧盟和北约的支持下，乌克兰有望收复全部失地，恢复原有版图。事实上，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在俄乌领土问题上调整立场。今年早些时候，他就曾施压乌克兰，要求其在领土问题上做出妥协，以结束俄乌冲突。但是乌克兰方面多次重申，放弃顿巴斯地区是绝不可能接受的。在此次会谈中，泽连斯基也再次表明了这一坚定立场。2. 俄乌和平条件已公布。8月18日，泽连斯基再次踏入白宫时，一张展示俄乌冲突开始的地图被呈现在众人眼前。在这张地图上，俄方已掌控的区域被醒目地标为橙红色。从图中可见，俄罗斯当时已占据了卢甘斯克 99%、顿涅茨克 76%、扎波罗热与赫尔松 73% 的领土，还有哈尔科夫 4%， 以及苏梅和尼古拉耶夫各 1% 的领地。面对此情，美方透露，普京曾暗示愿意让出乌克兰半数领土，这无疑是在向泽连斯基传达一个信号，这已是美国能为乌克兰争取到的极限。若泽连斯基仍不接受，特朗普政府或将选择退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自始至终都打着解放顿巴斯的旗号，这也就意味着顿巴斯地区的卢甘斯克与顿涅茨克两州是俄军绝不会退让的战略要地，而扎波罗热与赫尔松则被视为意外的收获。实际上，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已基本实现，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尽快结束冲突，摆脱西方的制裁枷锁。为此，俄罗斯需要握有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以实现美俄之间的利益互换。在此情境下，俄方若选择放弃扎波罗热与赫尔松，无疑是在向美方展现诚意。若谈判仍无法达成一致，那责任便不在俄罗斯，而应归咎于特朗普政府未能对乌克兰施加足够的压力。即便俄罗斯真的提出了这样的交换条件，泽连斯基也依然拒绝接受，他坚持要求俄军从顿巴斯地区完全撤出。这也是特朗普在白宫大发雷霆的原因，他认为泽连斯基的要求过于不切实际。近日，英国武装部队前参谋长公开表示，乌克兰在冲突中击败俄罗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虽然鼓励乌克兰继续作战，但却未能为其提供取胜的关键手段。即便乌克兰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也面临着严重的人力短缺问题，这使得战场上的胜利变得遥不可及。西方盟友给了乌克兰不切实际的希望，除非北约军队直接介入，否则乌克兰难以战胜俄罗斯。但他也指出，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极低，因为乌克兰问题对西方而言并非关乎生死存亡。因此他建议乌克兰应与俄罗斯展开和平谈判，以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但是不管怎么说，如果仗不打了，双方先停火了，这对俄乌两国来讲都是件大好事。毕竟这一场战争快4年了。曾是新中国的直辖市，如今 GDP 跌出100强。鞍山不仅是钢都，鞍山因钢而立，因钢而兴。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期，鞍山的 GDP 位列全国第14位。当时鞍山的钢铁产业蓬勃发展，
为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钢铁等基础物资，有力地支撑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构建和经济发展。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一、鞍山市的基本情况。鞍山市是辽宁省下辖的第3大城市，也是中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辽中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其总面积 9255.4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319.2 万。鞍山市地势地貌特征是东南高西北低，属暖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年均降水量为640至880毫米。鞍山位于中国的东北地区，坐落辽宁中心地带，处于辽东半岛的核心。其位置优越，毗邻渤海经济区腹地，成为沈大经济带的重要支撑点。此外，它还与辽中南城市群和辽东半岛的开放区域紧密相连，扮演着连接二者的关键角色。作为沈阳都市圈的副中心城市，鞍山享有共和国钢都和中国钢铁工业摇篮的美誉，是中国钢铁工业的佼佼者。另外，鞍山盛产岫玉，世界著名的玉佛，亚洲知名的温泉，国家名胜千山以及丰富的文化瑰宝，如中华宝玉之都和祖国钢铁之都等旅游品牌，无不彰显着其独特的魅力。在文化教育方面，鞍山也蓬勃发展。辽宁科技大学、鞍山师范学院等学府的建立，为这座城市输送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同时，老六路太极拳、岫岩皮影戏、海城喇叭戏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使鞍山的文化特色走向世界。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独特的旅游品牌，共同构筑了鞍山的独特魅力。鞍山境内已发现各类矿产58余种，主要有煤炭、铁矿、铜矿、金矿以及磷煤矿等，还有较为丰富的森林资源，野生植物可达1100种，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42.66%。境内药材的蕴藏量较大，品种也较多，共有700余种。二、鞍山经济衰落的原因。鞍山因丰富的铁矿资源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而备受青睐，使其成为一块宝地。在1949年至1952年的恢复期间，鞍钢炼出了640万吨钢铁，这一成就如同一颗璀璨的星在夜空中闪耀。凭借其卓越的钢铁产量和丰富的炼钢经验，鞍山被誉为钢都，并赢得了国家的大力扶持。随着国家对重工业的大力支持，鞍山迎来了黄金时期，众多厂矿建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53年底，工业建筑总面积已达62万平米，城市规模迅速扩大，人口激增。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鞍山过去以钢铁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逐渐显露出其弊端。当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而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鞍山这个曾经的产业霸主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钢铁产业的波动成为常态，而过度依赖该产业的鞍山仿佛将所有希望寄托于一个篮子中。一旦钢铁市场出现下滑，整个经济便遭受巨大打击。在国企改革的转型过程中，鞍山未能及时跟上时代的步伐，在产业发展的关键时刻，鞍山未能迅速调整其产业结构，从而错失了转型升级的良机。三、鞍山如今的经济实力。鞍山作为中国重要的钢铁制造中心，钢铁产业在当地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鞍钢集团以其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先进的技术水平，成为了国内大型钢铁企业的代表。依托于钢铁产业的坚实基础，鞍山的装备制造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机械精加工和汽车配件制造等领域，所以鞍山是名副其实的钢都。近年来，鞍山积极拓展新兴产业，如新材科技、绿色能源以及电子信息产业，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其经济总量在辽宁省内具有显著地位。随着产业升级和转型的深入推进，鞍山的经济发展正展现出新的风貌和趋势。2024年，鞍山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156.3 亿元，比上年增长 5.0%。鞍山的外贸以钢铁制品、大型机械和化工产品为主，积极拓展国际市场，与多国建立了稳固的贸易关系。该市凭借丰富的铁矿和磷煤矿资源，为相关产业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捷，为物资流通和人员往来提供了便利。然而，鞍山经济发展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环保治理的挑战。为推动可持续发展，该市正努力升级产业，强化环保措施，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同时，鞍山还注重科技创新，推动新兴产业发展，以实现经济的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
贵州未来富得流油的6个县，各个发展潜力巨大，有你的家乡吗？县域经济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晋江模式还是义乌模式，都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说起贵州，最先想到的就是令人回味的美食以及壮丽的自然山水，而且它近几年的经济发展快得让人眼花缭乱。但你知道贵州富得流油的是哪6个县城吗？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清镇市是一座由贵阳市代管的县级市，其东西宽 42.6 千米，南北长 55.7 千米，总面积1因 386.6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为 56.91 万。它不仅是省城贵阳市的西大门，境内还有著名的4A级景区红枫湖，其地势东南与西南高，地形主要以丘陵、山地和坝地为主，海拔基本在1200至1400米之间，高度在1762.7米的宝塔山是境内最高峰。清镇市区位优势突出，交通非常便利，境内拥有多条高速公路和省道交汇，与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距离也不远。清镇市近年来正在不断地优化经济结构，积极承接贵阳的产业转移，重点发展的产业有高新技术、现代物流以及生态旅游等，综合实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 35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6.1%。仁怀市是由遵义市代管的贵州省辖县级市，其东西两端的距离有17千米，南北跨度在 61.2 千米左右，总面积178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也有 65.20 万。仁怀市地处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降水量可达 1019.8 毫米。另外，仁怀市的资源丰富，截至2005年，探明矿产资源有煤、铁、铅锌矿等10多种，其中储量最大就是煤炭，有18亿吨，不仅分布广、质量好，而且开采情况也较为容易。仁怀市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都是以白酒产业为主，它不仅是酱香酒的发源地，还是中国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而且治水河谷旅游带火热，酒旅融合让城乡居民共享液体黄金红利。2023年，仁怀市生产总值以800.32亿元，比上年增长 8.7%。福泉市隶属于贵州省黔南部彝族苗族自治州，正处于云贵高原左斜坡，地貌类型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均海拔1020米。当地的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在1033至1220毫米。福泉市的南北最长距离约 55.2 千米，东西最大宽度约 52.1 千米，总面积1688平方公里，总人口为 34.21 万。福泉市的旅游景点众多，主要有福泉古城文化旅游景区、福泉黄丝江边旅游度假区、格棒河自然生态游景区、福泉撒金谷。另外，福泉市境内的磷矿储量达 12.61 亿吨，拥有亚洲最大磷石高质酸基地，目前磷化工、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3大集群正在齐头并进。2024年的生产总值为301亿元，同比增长 9.4%。由六盘水市代管的盘州市，全境地势西北高，东部和南部较低，其南北跨度有107千米，东西两端最宽的距离有66千米，总面积405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07.67万，有284万亩的森林面积，覆盖率可达 46.69%。目前盘州市已探明20多种矿产资源，有煤、铁、铜、黄金等，其中该市还是长江以南最大主焦煤基地，煤炭资源已探明105亿吨，拥有储量大、品种全以及质量优等特点，更是被誉为煤电之都。盘州市地处滇黔两省的交界地带，是贵州面向云南和东南亚开放的桥头堡。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 734.56 亿元，同比增长 4.6%。隶属贵州省毕节市的金沙县，其地形狭长，东西两端的长度有100余千米，南北两端的最大跨度仅有 23.5 千米，总面积252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53.06 万。目前金沙县境内的高粱产业势头迅猛，不仅为酿酒业提供优质原料，更通过产业延伸增加附加值。目前金沙以酱酒第2产区身份与仁怀双子星闪耀。茶叶产业作为金沙县主导产业之一，已有30万亩面积的茶叶种植园。2024年的干茶生产也达 8560.5 吨，被命名为中国贡茶之乡。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 283.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4%。隶属于贵州省遵义市下辖县的习水县，面积3128平方公里，
总人口 78.91 万。习水县作为中国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全县规模白酒企业15家，产品达130余种，白酒产业链条逐步完善。另外被誉为中国驰名品牌的喜酒，其价值连年攀升，产业工人年收入达10万元。目前，习水县正在积极推动旅游产业向市场化、精品化、效益化转型升级。2024年地区生产总值为300.27亿元。未来10年，新疆或将消失的6个县，有你的家乡吗？新疆正处于我国西北部的边缘地带，其面积占我国总面积的1/6，约166.49万平方公里。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达2.05万亿元。在经济上虽然不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但在中国全面的崛起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未来，新疆可能会面临着县域整合的行政区划调整。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隶属新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若羌县，它的面积差不多相当于2个江苏省或浙江省，在全国的县级市中是面积最大的，区域面积 20.23 万平方公里。若羌县的户籍人口 8.08 万，其中少数民族人数占总人口的 40%。若羌镇与乌鲁木齐市的距离在公路里程上有894千米，与州府库尔勒的距离也有444千米，是我国内地进入新疆地区的重要门户。2024年，若羌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15.37 亿元。若羌县虽然是我国第1大县，但人口稀少，仅有8万左右，且在罗布泊、二金山等大部分地区都是无人区，所以若羌县的发展长期都受到限制，后期可能会与其他县进行合并发展。隶属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且末县，东西两端的最宽距离有320千米，南北最长的跨度有460千米，总面积约 13.86 万平方公里，拥有 10.02 万的人口。其地形呈东南高西北低，北边则是为戈壁沙漠，沙漠占全县总面积的 38.36%， 为 5.38 万平方公里。且末县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如铜、金、铁等，而且在北部沙漠地带还发现了大量的石油与天然气，塔中油田年产原油可达上亿吨，正处于且末县。另外，境内还有昆仑古村、托盖布拉克景区等景区。2023年的生产总值有 41.28 亿元。且末县正处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部区域，人口仅10万左右，在经济上非常依赖于林业和矿产。如果资源枯竭和生态压力加剧，将面临严重的经济挑战，未来可能会与若羌县或者民丰县进行合并。隶属新疆阿克苏地区的柯平县，面积约 8912.2 平方公里，拥有 5.6 万的总人口。因地处塔里木盆地西北边缘，科尔塔格山南麓，境内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在1060米至4049米，其中山区面积6393平方千米，占县域总面积的 53%。另外，柯平县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以发现铁、铜、重晶石、硫磺、石灰岩、白云岩等22种矿产，其中石灰岩、白云岩等不仅储量丰富，品质也非常好，拥有巨大的开发价值。柯平县在2020年的1月底退出贫困县，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约 33.54 亿元，同比增长 4.4%。柯平县不仅是新疆面积较小、人口较少的县城之一，经济总量也不大，未来可能会与周边的县进行合并，如阿瓦提县或阿克苏市等。隶属新疆喀什地区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它的西北、西南和南部分别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3国相连。塔县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的距离有1756千米，距离喀什市有290千米，其区域面积约 2.5 万平方公里，拥有 4.12 万的户籍人口。塔县的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主要有山地、谷地、盆地和丘陵等地形。境内的乔戈里峰是世界上第2高峰，其海拔高达8611米。2023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1.23 亿元。因为塔县正处于喀喇昆仑山区，人口稀少，自然环境也较为恶劣，但它具有一县邻3国、2口通2亚的独特区位优势，撤并的可能性不大。隶属于新疆塔城地区的玉民县，总面积6220平方公里，拥有 5.08 万的常住人口。其西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拥有长达 146.5 千米的边界线。县城所在地哈拉布拉镇距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有425千米，与巴克图口岸和阿拉山口口岸的距离分别为90千米以及180千米。
另外，县内还有新疆巴尔鲁克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塔斯特风景旅游区等主要景点。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 35.59 亿元，比上年增长 6.8%。裕民县的人口稀少，经济规模也不大，未来可能会与周边的县市合并，如托里县或峨岷县等。隶属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东西两端的最长距离约120千米，南北最大跨度约110千米，总面积7145平方公里，拥有 3.87 万的总人口。其西与哈萨克斯坦接壤，拥有长达141千米的边境线。县内的吉木乃口岸是国家一类口岸。吉木乃县因为地处萨乌尔山北麓、准噶尔盆地北缘，所以地势呈现出南高北低的趋势。另外，县内还有草原石城景区、吉木乃高山冰原区国家湿地公园等主要景点。2024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 24.28 亿元，同比增长 7.5%。吉木乃县是一座边境小城，人口稀少，未来若对口岸经济或者边境管理的政策进行调整，那么它可能会与哈巴河县或布尔津县进行合并。同属于青藏高原地区，川西为何不划给西藏管辖？背后隐藏大智慧。每当我们浏览中国地图，看到四川省市，都会感叹它的地大物博。它拥有 48.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以及8364万的常住人口，无论怎么看，在我国内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如果我们将地图转换为地形图，就会好奇，属于四川省的川西地区面积大却人口较少，而且川西属于青藏高原地区，却划给了四川省管辖。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位于青藏高原的川西地区。如今的川西一般是指四川盆地西部地区的川西高原一带，正处于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交接地带，其北侧与柴达木盆地、祁连山等地区距离较近，云贵高原与青藏高原则位于它的在南部和西侧。周围的省份有云南、西藏以及青海，其地势上呈地西北高、东南低，海拔基本在4000至4500米。地理上的川西地区多指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这3个四川境内的自治州，它的总面积可达 29.83 万平方公里。川西地区的属于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区，气候复杂多变，年平均气温较低，虽然降雨量不多，但这里的水量充足，拥有贯穿川西全境的2条大江，为金沙江和雅砻江。另外，此区域对长江与黄河2大水系的下游至关重要，毕竟这2大水系的水源地就位于川西地区的附近。而且川西地区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的高山天然湖泊有2000多个，因为海拔间的落差较大，以及拥有大量的河流与湖泊，所以这一区域的水能资源蕴藏量非常丰富，不仅可以支持我国黄河干流四川段的防洪治理，还可以建设引大济民等水利工程。从地理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出，青藏高原东南方向的延伸区域则是川西高原，继续往东则与四川盆地相连接。雅安的邛崃山脉是这2大地形上的分界线，并且非常明显。所以在地理单元上，川西地区实际上是属于青藏高原的一部分。2. 川西为何不划给西藏管辖？1724年首次明确划分了青海、四川、西藏以及云南等地区的边界。清朝康熙年间，为了维护地方安定，巴塘、理塘被划归四川管辖，这为后续的行政区划调整奠定了基础。在1723年，清朝平定了青海罗卜藏丹青的叛乱，正式确定了康区的归属。金沙江以东的地区被划归四川，而以西的部分则归入了西藏。这样的调整使得川西地区成为了清朝控制青藏高原的重要节点，也为后续的快速补给和支援西藏提供了便利。进入20世纪30-40年代，民国政府为应对边境危机，保卫陪都重庆，决定在川藏之间建立西康省。该省覆盖了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地区，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省会设于康定及现今的雅安。随着国内局势的逐渐稳定，西康省作为边疆屏障的战略意义逐渐减弱，加之该省长期经济滞后，基础设施薄弱，为了促进该地区的发展，1955年西康省被重新规划并正式撤销。金沙江以西的昌都地区则划入了西藏，为1965年自治区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东的地区如雅安、西昌、甘孜、凉山等并入四川，划入四川这部分地区就是如今所称的川西。由于川西地区与四川盆地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区划调整后更有利于该地区的资源调配和未来的区域协调发展。
如今川西地区依然是我国内地与青藏高原联系的重要通道，在地区融合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另外，在行政管理方面，将川西高原纳入四川省的管辖更为合理。若将其并入西藏，西藏的地域面积将达到140万平方公里，东西两端的跨度也将会达到3000公里。3. 我国行政区划的深层逻辑。首先，分而治之的思路在地域划分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将地理相近的区域划分至不同的行政单位，有助于遏制地方分裂势力的崛起。这一策略不仅在川西高原得到实施，也广泛运用于中国其他地区，如南阳盆地被巧妙地划分给河南和湖北两省，淮海地区也被多省共同管理，目的都是为了平衡地区力量，防止某地势力过于强大。其次，这种划分方式有助于强化中央集权。通过打破地理单元的完整性，中央政府能够更有效地监管地方，避免出现诸侯割据的情况。川西高原被划归四川省的管理，正是为了确保中央政府对这一战略要地的直接控制权。此外，划分还考虑到了民族因素。虽然川西高原与西藏在文化上有所联系，但分开管理可以避免形成庞大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利于促进民族间的和谐共处与国家稳定。最后，这种划分也着眼于地方发展。将川西高原纳入四川省的行政范围，可以借助四川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推动川西高原的经济发展。这样的做法不仅能提高行政效率，还能促进区域间的协调发展，为地方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如果没有湖北，对我们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湖北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奠定了钢铁工业的基础，其工业和科技产业发达，还是重要的汽车制造和光电子产业基地。如果没有湖北，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今天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观看中不要忘记点赞关注。1. 湖北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湖北省坐落于我国中部地区，总面积达到 18.59 万平方公里，其地理位置优越，东接安徽，西临直辖市重庆，北与陕西、河南相邻，南连江西和湖南。此位置犹如全国交通的天元位，长江经济带与京广铁路大动脉在此交汇，形成一个黄金十字交叉点。密集的高铁网络构建了通达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主要城市群的3小时高铁圈，其覆盖范围甚至能辐射至全国 90% 的经济总量。这种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使得湖北成为了国家双循环战略的关键节点。作为长江中游的核心省份，湖北凭借长江黄金水道实现了通江达海的目标。长江干流航道在湖北境内长达1060公里，占长江干线航道总长的1/3。武汉、宜昌、黄冈、黄石、荆州、鄂州等城市坐落于长江两岸，这些城市的港口如武汉港、黄石港、宜昌港等，为湖北的内河航运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撑。特别是武汉港，其年货物吞吐量高达 1.5 亿吨，占据了长江中游集装箱中转量的 80%， 在推动国家中部崛起、利用长江黄金水道以及建设武汉航运中心等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湖北省的地势独特，东北西三面被山地环绕，中间地势较低，并向南敞开，山地广袤，占据了全省总面积的约 56%， 其地貌类型丰富，包括火山岩、喀斯特以及花岗岩等地貌。湖北也被誉为千湖之省，境内湖泊众多，其中被列入省保护名录的就有755个。长湖、斧头湖以及洪湖等都是其主要湖泊。此外，湖北还是我国水库容积量和大型水库数量排名第一的省份，水资源之丰富可见一斑。除了水资源，湖北省的矿产资源也极为丰富。在已发现的150种矿藏中，有102种矿产的储量已经查明。当地特色的矿藏如菊花石、绿松石具有极高的开采价值，而磷矿、岩盐以及石膏等矿藏则具有极好的发展前景。2. 湖北省的不可替代性。首先，湖北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开端，武昌起义引发了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统治。其次，如果没有湖北，那么众多食客便难以品尝到鲜美的小龙虾。在2024年，湖北小龙虾的产量高达3亿公斤，占据了全国总产量的近半数，稳居全国之首。每2只小龙虾中就有1只源自湖北，可见湖北潜江被誉为小龙虾之乡与小龙虾加工中心，实至名归。
年加工量超过8亿公斤的钱江，占全国加工量的1/4，其地位无可撼动。而建立作为湖北的小龙虾产量大县，年产量超过17万吨，连续12年稳居全国首位。除了小龙虾，湖北的大闸蟹也颇具盛名。作为千湖之省的湖北，大闸蟹的产量同样位居全国前列，年产量达19.19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4左右。每4只大闸蟹中就有1只来自湖北，可见湖北水产之丰富。另外，湖北还是产粮大省，稻谷产量高，每年净调出稻谷100亿斤左右。湖北不仅在农业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经济实力亦不容小觑。2024年湖北的 GDP 已经超过6万亿元，位居全国第7，已经超越了多个沿海省市区，人均 GDP 亦达到10.28万的高水平，经济实力显著。因此，湖北被誉为内陆之王，可谓实至名归，对于沿海地区也形成了有利的竞争态势。在能源供应方面，湖北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三峡水电站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工程，其年发电量超过1000亿千瓦时，为江浙沪、广东等省份提供了大量的电力支持，保障了这些地区的电力供应。此外，湖北的光谷也是中国乃至全球的光电子产业重镇。光谷的光纤产量不仅占据国内半壁江山，更是在全球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其地位举足轻重。谈及基础设施建设，湖北更是功不可没。中国是当前全球桥梁建设技术最先进、成就最显著的国家，但国内造桥还得看湖北。长江上的桥梁有70%以上都是武汉制造的。不仅如此，世界上近半数的大跨度桥梁也是出自武汉的设计与建造，如港珠澳大桥、中马友谊大桥等重大工程都由武汉的基建企业和设计单位参与其中。而中国的高铁事业亦离不开湖北的贡献。武汉站作为中国第1座高铁站，它的建设拉开了中国高铁网络走向世界的序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湖北对国家的发展与进步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